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在过去几个月里边我给大家介绍过上百篇的 LK99 研究的预印版论文啊，可以说是在 LK99 刚刚公布的前3个月里边水论文的速度，或者说锤 LK99 的这个速度、这个效率之高啊，可以说实所罕见。我上个月说过呀，随着 LK99 它的研究论文在 arXiv 上减少啊，那么在正刊上刊登的论文会越来越多。现在看起来啊，基本上是1/10的比例开始在正刊上发表。过去啊，有几篇啊已经在 ACS 或者其他的刊物发表了，现在啊又有一篇论文刊发了。那这是刊登在 APS 上的这个 Physical Review B 上的论文啊，这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些玩意儿啊，和我们普通人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啊。不过万一啊是你家里边，比如说晚辈发了一篇论文，是吧？哎，你如果知道这个知识呢，你可以表现出适当的惊喜，这样逼格拉得满满的，晚辈也能高看你一眼。哇，原来您还知道 APS 啊？APL 啊是美国物理学会旗下的一篇一个应用领域的期刊，而这个 Physical Review B 呢也是啊，那 APL 呢也是 APS 出版的期刊之一。那这次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B 上，它和 APL 区别是什么呢？那主要的区别在于期刊的定位和侧重点不一样。那 Physical Review B 啊 PRB 和这个就是说这一系列主要是关注凝聚态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原创性研究。而这个 APL 啊是专注于应用物理学，强调实验和理论上这种对应有价值的研究。APL 发表文章通常都涉及到新型的技术、器件和应用但是他们虽然都是物理的这种期刊但是他们关注点和研究方向不同就前面我们说的 APL 更加注重的是实际应用和创新，而 Physics Review B 它强调呢深入的这种凝聚态物理学研究和材料科学研究。其实呢，我特别喜欢这样论文，因为这个论文它的预印版我已经做过介绍了，所以你看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偷懒了？我们先看一下我8月份这个视频。那第4篇论文我们再看一下第4篇论文呢，也是有2个单位合著的，实际上是学生和老师它论文的标题叫铜掺杂的这个磷酸盐相关的电子结构，这也是一篇理论研究的论文它的作者呢是南方科技大学和瑞典的弗里堡大学。那我还查了一下南方科技大学相关的这个人员，他叫岳长明这位博士后我查了一下，他应该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博士，后来呢到东京大学和瑞士是瑞典弗里堡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和这个国际上多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都合作过。那这次的他和 Victor Christiansen 和 Philip Wiener， 后边这2位呢就是弗里堡大学的这个弗里堡大学的教授物理学教授他们这2位教授呢都是研究凝聚态物理的，特别是强关联电子系统的动态平均场理论和 GW 方法。这是一篇合著的论文，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讲了什么那这篇论文呢就讲了这个铜掺杂的这个铅磷酸盐它的电子结构这种材料呢被称为 LK99。那这是在引言部分有报道显示呢，它具有室温的超导性。作者呢通过对铜掺杂的结构呢进行优化，得到了一个4代的低能模型，其中2个代是铜的 DXZ 和 DYZ 轨道，另外2个代呢是氧的 PX 和 PY 轨道。然后呢，他们将这个模型进一步简化为一个2代的铜 DXZ 和 YZ 模型使用呢从第一性的原理计算得到相互作用参数。他们采用了这个动态平均场理论来确定正常态下的关联电子结构。他们发现呢，在 x 等于1的时候呢，系统是一个木头绝缘体；在掺杂后呢，系统是一个强关联的非费米液体金属他们还指出呢，相互作用与带宽比 UW 非常大，那么并且在相关的填充区域内表现出局域磁矩和顺磁性，这与抗磁性和高温超导性很难协调。因此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应该来自于不同化学剂量比的成分就配方。那最后论文的结论
也很长，哎呦，这个看的确实比较挠头。论文的结论呢是，作者对于铜掺杂的这个磷酸铅啊，它的关联电子结构进行了动态平均场理论计算，发现在铜掺杂的位置上呢，系统是一个具有很大能系的莫特绝缘体，而不是一个超导体。他们认为啊，这与实验报道的高温超导性和抗磁性不一致啊，除非呢，系统有其他的这个掺杂或者化学计量比。他们还指出呢，他们的模型是在极端关联极限下的，而高温超导一般出现在中等关联程度下，所以他们的模型呢也不能解释实验观察到的局部自旋1/2这个磁矩啊，所以他们建议呢，在4代模型中呢，根据不同的双重技术项的选择，可能会得到一个小能吸的电荷转移的这个绝缘体解啊，这与另一篇文献的结果一致，但是他们的模型呢和 LK 他们这个报道中的那个比较神奇的超导现象呢无法协调，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好的，我们基本看完了。我不知道这个正刊发表的和预印版的区别有多大啊？我感觉应该是基本相同的。那这篇论文啊，对于 LK99 是否室温超导啊，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啊。那作者呢，就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出了 LK99 的这个低能带结构模型，发现铜的这个低轨道组成的这个导带非常窄，也就 0.08 电子伏特，而计算出的这个库伦相互作用 U 呢有非常大，约为带宽的30倍，这就意味着系统它是处于这个莫特绝缘态，与报道的这个高温超导不符。另外呢，这个动态平均场理论计算表明啊 ，x 等于1的时候，系统是明确这个是认这个绝缘体的，那么掺杂后呢是强相关的这种非费米液态金属，所以存在局域自旋的这个磁矩，这与实验观察到的钻磁性也不止一致。所以啊，作者认为超导更有可能来自样品中的这个相分离区域，而当前周期性的这个掺杂计算的模型啊过于理想化，不符合实际材料的这种无序掺杂的情况。另外，作者呢还讨论了平台能带的超导机制的可能性啊，但认为目前模型中的铜的地轨道强关联作用难以克服，不太支持这种机制。另外呢，就是作者呢就是使用的这个模型啊和理论框架是难以解释他这个论文，就是李世培论文中的这种高温超导现象的，所以他对 LK99 的这个室温超导啊是持否定态度啊。但是作者啊也提到，理论它是基于一个理想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掺杂的模型啊，实际材料呢可能这个像是分离而且无序的掺杂。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呢，低能结构可能会定性不同，与超导呢更符合，所以完全排除 LK99 室温超导的这个可能性可能还为时过早。但就当前的计算模型和结果来看啊，作者的这个否定态度是合理的。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吧，就是我们论证了 LK99 是绝缘体，绝缘体不可能是超导 over 所以呢，这是经过同行评议发表的这个正刊论文，对 LK99 导派来说呀，可以说是一个大的打击啊。所以啊，这是一个经过同行评议的在正刊发表的论文，那对 LK99 导派来说呀是一个打击，但是啊，这呀依然是对这个论文本身的反驳。LK99 是韩国的一个小型商业机构推出的，没有人看到过他们的真实样品啊，只看到过相关的论文以及很少量的这个视频。所以考虑到人性啊，假如 LK99 有某种室温超导的可能，你认为他们是否可能完整的公布他们的工艺呢？使得其他人能够完全的复现。所以啊，这就是 LK99 是否真的达到室温超导的一切疑问的起源。虽然这个公司发表了论文并放入了视频还有专利，但是国际上这些独立的研究小组试图复现的时候获得的结果都存在矛盾，对吧？而且多数都无法出现这个超导现象，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 LK99 的室温超导它的证据还是不足的。假如啊 LK99 真的实现了室温超导，那确实是一项巨大的科技突破啊，对它的商业价值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要完全公开这个工艺，
意味着他要放弃对这个技术的控制权和价值啊。这对于一个商业公司来说，那肯定是代价太大了。所以就目前这个公司作为一个商业实体啊，它保护自身的这种商业利益当然是合理的，它有权对自己的技术细节保密，同时呢，通过发表论文呢来声明它的优先权。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样不能阻挡大家破解这个专利的努力。如果这个专利是成立的话，所以关于这个专利是否成立，那是不能依据我们老百姓朴素的想法啊。实际上，这个专利律师的工作内容啊，不亚于这些搞科研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说，专利其实就是跑马圈地，这不是阴谋论啊，这是专利律师他们自己的说辞。所以我们屏幕上右上角这个链接啊，现在露出来的哈，就是一个我过去做的这个专利的视频啊。有兴趣的你可以点开看一下。当然啊，这些博士教授们啊都不是傻子，一般啊都不会把话说死，所以书呆子不是真正的科研人员。柴米油盐酱醋茶，科学家也是要吃饭拉屎的，所以他们是很通人情世故的。有时候你觉得他们简单，对吧？那是因为啊他们觉得不值得在这个人情世故上动脑筋。所以论文结论中啊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呢，更可能的场景是 LK99 样品实际上是不均匀的。这个是否也暗示 LK99 还有他们没有发现的可能，给自己留了余地呢？因为作者的研究啊，它是基于一个理想化的 LK99 周期掺杂的模型，而实际的 LK99 样品很可能组分是不均匀的，掺杂无序的。所以作者就提到呢，如果考虑相分离和局部掺杂浓度增高的因素， LK99 的低能结构可能会定性不同。也就是说呢，实际的材料可能存在理论上未包含的物理效应，这可能会改变材料的性质。所以作者研究的只是 LK99 团队报道的一个模型，还没有考察他们实际合成的样品。所以作者结论的这句话呢，可以理解为暗示 LK99 材料存在某种未知数，不排除有机会实现特殊性能的可能性。所以你看看，我不是说过吗？读到博士后啊，从中学开始要差不多20年都修炼成精了，可不是用书呆子你就能概括的。所以我认为作者在这里确实还是留了可以讨论的空间，没有完全排除 LK99 存在未发现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前提啊，仍然是需要 LK99 团队提供更多的证据，才能进一步讨论和验证它材料的特殊性能是吧？好的，这就是我们对南方科技大学和瑞士弗里堡大学合作论文的学习解读。我下边看个更有意思的，就关于几个视频的。其实最近网友复现的视频是很多的这里面呢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熟悉的，我看过几次的。一个是叫沃创良品这是在B 站上的一个网友，也是我们群里的网友。他原来是做什么模型的，我看好像是里边好多，但是他现在呢也是投入到了 LK99 的这个复现和炼丹过程中。自己做了很多东西，做了通风橱做了什么的，并且这里边他还真的去做了。我看他这个复现里边呢是用了什么红铜这是他在做实验的具体过程中这复现的样品等等我个人感觉呢，他是非常认真的。但是我提醒这个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用红磷用这些东西，反正做起来，我总感觉这个充满了一定的这个危险性，所以务必要注意安全。那他还在一次一次做实验，包括这个通风橱都是他自己做的。第二个呢，给大家看看这个另外一个群友他做的，这是我们群里边另外一位网友他发表在哔哩哔哩上的视频。他做了一个抗磁的这个实验这个看起来效果还是很明确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来居去留是吧？现在呢他正在这个水上做着实验，那视频他还没放出来，所以我就先不发了。可以看到这个还是很明显的这个现象是吧？这是这位网友的这个视频。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民间复现。我的这个东西都准备全了，一直没有做实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做意义不大，别人好像能做的都做了，我能想到的别人也都想到了，但是我还是要做的等我毕业稍微好点，我跟自己再找个理由好吧。这就是今天关于 LK99 复现的这么一个论文和大家做的这个小实验，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